我重生了，在他们杀死我的一双儿女前，眼前浮现出儿女坠亡时的惨状，揪心的疼让我的头脑异常冷静。这次我一定要护住我的儿女。心脏撕裂般的疼痛传来，我猛地挣扎抽搐着坐起来，大口呼吸。环顾昏暗的房间，发现我在主卧的床上，旁边躺着熟睡的儿女，眼泪一下盈满眼眶。我颤抖着凑近孩子，吻了又吻，闻着两个孩子身上的奶香味儿，我定了定心神，顺手从床头柜上拿过手机，看下时间，4月7日凌晨3点。按照潜意识的时间线，孟涛下周就会向我提离婚。当时我虽疑惑孟涛的断崖式离婚，想着感情没了就算了，并未深究。就连孩子抚养权也按照司法实践中法院会判决的那样，一人一个孩子。他要二宝不是因为爱，不过是出于重男轻女和不愿支付2个孩子抚养费罢了。但凡他对孩子有一点爱，也不会做出将孩子从17楼扔出窗外这样泯灭人性的事情来。这次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把孩子抚养权给他。有了宝宝后，孟涛以孩子闹夜影响休息为由，大部分时间睡在客房。房门虚掩，孟涛面朝里睡着了，手机就放在他背后。拿了手机，迅速转身走出客房，关上门，倚着沙发坐在客厅地上，屏住呼吸，输入宋南竹的生日，手机果然打开。我不自觉地叹了口气。狗男人翻到宋南竹的微信，大致看了一遍，2个人火热露骨的聊天和宋南竹越来越迫切逼孟涛离婚的对话。咬紧后槽牙，打开客厅角落的落地灯，手机录像，一遍滑动聊天记录，一遍拍摄。拍摄完正准备关上的时候，瞄到了孟涛和婆婆的聊天框。雇人照顾还得给钱呢，一下子就猜到他们肯定是在聊孩子。我点开聊天框，一通长达10几分钟的微信电话后，妈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你糊涂，他赚钱养家还帮你还房贷，你自己赚钱自己花多好，你这是非要扔一个钱袋子。实在要离，房子和钱不要给他，一定把二宝要过来。好，那到时候你来养，奶粉、尿不湿、辅食都得花钱，我的退休金不够吃药的，实报实销。劳务费呢？你是亲奶奶，雇人照顾还得给钱呢，不愧是视财如命的婆婆。前一是孟涛故意杀人案件开庭前，婆婆割肉般的表示愿意赔偿20万，希望获得我对孟涛的谅解，被我拒绝了。不知道在她眼里，二宝的抚养权要多少钱来换。经过次卧，脚步一顿，推门走进去，帮我照看孩子而满脸疲惫的妈妈发出有规律的沉重呼吸声。想到前一世事发后一夜苍老的妈妈，我忍不住一阵心酸。妈妈仿佛感应到我的到来，睡眼惺忪，身体往床里面挪了挪，掀开被子轻拍了下身旁空出的地方。我侧身躺下去，被子覆上来，妈妈胳膊越过我帮我掖了掖被角，被妈妈的温暖包围，感到前所未有的妥帖，紧张的心神也放松下来。我睁着眼睛沉默地躺在妈妈怀里。你感觉冷吗？妈妈疑惑的声音传来，温暖的手掌贴在我的额头。没发烧。我感觉你有点发抖，是不是感冒了？好得很，没感冒。我刚才在阳台站了一会儿，冻得了，我得先瞒着妈妈，不能让她担心。妈妈又帮我掖了掖被角，坐起身披衣服道：我去看这2个小家伙，你在这里睡吧。我一咕噜下了床往门口走。我去，白天看娃已经够累了，回去后还没躺下，二宝饿了泡奶粉喂奶，换尿不湿，哄睡，迷迷糊糊就到了天亮。跟富二代闺蜜说了今天有事儿不去合伙开的店里，准备去见婆婆一趟。孟涛接了个电话就火急火燎地出门了。之前我还以为他是忙于工作要赚钱养家，现在知道他是去哄送男主。和妈妈还有宝宝们一起吃了早饭后，我也准备出门。妈妈抱着大宝送我到门口，
大宝挥舞着肉乎乎的小短手，嘴巴猛地咂巴着给我送飞吻，妈妈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边换鞋边说。跟孟涛打电话的是个女的，有时候半夜还在打电话聊天，你得注意点。妈妈一脸担忧的表情。我一愣，前世妈妈也跟我说过这句话，我怎么回答的来着？我前世不以为然地说，他公司的人除了男的就是女的呀。打电话说事情很正常的。我沉思了下，慎重地点点头，我知道，你心里有数就行。妈妈看我心中有数的模样，放下了心中的石头，神情轻松不少。在婆婆家门前敲了半小时，没人开门，电话也一直被挂断。对面的邻居听不下去了，说婆婆昨天下午去了麻将馆，估计还没回来。在麻将馆烟雾缭绕的牌桌前，终于找到了正在修长城的婆婆。婆婆骂骂咧咧地回头看我一眼，手上不停，不耐烦地说了一句：“等我玩完这一局。”我被烟味呛得想吐，站起身去门外等。又过了半小时，左右晃着脖子垂着腰的婆婆走在前面，屁股兜里鼓鼓囊囊地塞着一卷现金。或许是赢了钱心情好，婆婆买早餐时破天荒地转头问我要不要来2个包子。我摇头拒绝，我在家吃过饭来的。婆婆对我的回答十分满意。回到家，婆婆坐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喝着茶，等着我开口。我斟酌着，语气犹犹豫豫。2宝快1岁了，我和孟涛一直没有同房过。婆婆抬起眼皮瞄了我一眼，并不说话。我找律师问了，如果离婚，抚养权是先协商，不能协商的话，2个孩子一般是一方一个。婆婆微微点了点头。不满2岁的孩子一般会判给母亲。我说完叹了口气。婆婆眉头皱了起来，仍旧不说话。大宝的抚养权我也想要，我表明立场。婆婆立马开口，那你把2宝给我们。我一下红了眼眶。妈，2个孩子都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肉，我拿命换来的，我舍不得。婆婆嘟囔了一声，那也不行，你生的也是我们老孟家的种，我会好好养的，不会说你们一句坏话。你们可以随时去看孩子，这个我可以发誓。说着我就举起了4根手指。孟涛还年轻，以后还可以再生。我都剖了2次了，间隔还近，医生说以后不能再生了。那你要抚养费吗？婆婆咂巴了下嘴，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。不要。我摇摇头，又加了一句，我还可以放弃婚内共同财产。婆婆白了我一眼，冷哼了一声，你们有什么共同财产？房子首付是我付的，你们住的时候就应该你们还房贷，租房还是付房租呢？我点头。您说的是。婆婆眼珠子咕噜噜转，你婚前买的那辆别克能给孟涛吗？那是婚前个人财产。我假装犹豫。婆婆双手抱胸，倚靠在沙发上。我们给你孙子的抚养权，你连一辆破车都不愿意。愿意。我仿佛怕他反悔一样，下定决心地说，但是得签离婚协议，领离婚证之后过户。好。婆婆又端起茶杯喝起来，赶客道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孟涛说好了之后，你俩就签离婚协议，去预约离婚。婆婆效率挺高。下午我就接到了孟涛的电话，我下班到妈家，你也过去一趟。妈说她跟你谈好了，我们协议签一下。好。我话音刚落，那边就挂断了电话。等到面对面坐着的时候，我还有些恍惚。孟涛一脸憋不住地奔向新生活的欣喜，婆婆一脸小心谨慎，生怕我反悔的紧张。我着重看了探望权，乙方有权探望孩子，具体时间方式由甲乙双方沟通协商。很好，写得很笼统。我不可能让他把孩子带走探望的，必须有人陪同才行。毕竟上一世宋男主不能接受孟涛有小孩，2人先策划制造意外车祸，因为没交车险才作罢，后来又用意外高空坠亡的方式杀害我的儿女，非要置我孩子于死地。离婚协议签订后，孟涛向我伸出手，我不明所以。孟涛不耐烦地说，车钥匙给我。我从包里拿出车钥匙递给他，眉心一跳，有不好的预感。我伸手想把钥匙拿回来，孟涛往后一撤，
手握着车钥匙背到身后，警惕地说：“协议已经签过了，你别闹得不好看。你要知道，打官司你拿不到2个孩子抚养权的。”好，我心中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，我只想赶快回到孩子身边。这周末之前抓紧时间搬出去。孟涛又补充了一句：“这个月的房贷打到我卡里，以后就不用打了。”我知道了，我起身下楼，踉踉跄跄地到路边打车，看到宝宝之后才安下心来，跟妈妈说了和孟涛离婚的事情。妈妈并没有感到意外，妈妈思索着开口道：“我们搬回家住吧，你爸一个人住也挺孤单的，你哥天天也不着家。”我明白妈妈是怕我出去租房负担重，其实怎么会呢？省下房贷的钱可以租套很好的房子。在妈妈面前没有逞强的必要，回去住的话，爸爸下班之后也能帮忙看下孩子。现在孩子身边是一刻都不敢离人。好，我自嘲道，真没想到我这么大了，自己啃老还不够，还要带着孩子啃老。傻子！妈妈伸手在我脑门点了点。搬家之后，生活平静无波。很快1个月过去，到了去领离婚证的日子。婆婆和孟涛也并没有要求看孩子。领完离婚证，出了民政局，我走在前面。等一下，孟涛在身后追上来。我疑惑地看向他，他黑沉着脸，不满地扬了扬手里的车钥匙，去过户。哦，差点忘了这茬事儿。一路无话。在车管所办事大厅等待新车牌的时候，孟涛一直低头拿着手机发消息。回想起来，3年的婚姻恍如梦魇，好在梦已经醒了。孟涛从手机上抬起头转向我：“这没你什么事儿了，我等下上了新车牌就走了。”我点点头，站起身来往外走。路过车旁，鬼使神差地抬头看了一眼，我安装的行车记录仪还在。顾不得炎热的大太阳，掏出手机连上行车记录仪的无线网，打开记录仪软件，连接上设备，在循环视频里将最近的视频全部下载下来。视频下载时，我时不时望向办事大厅，暗暗祈祷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不要那么快。下载完毕，回到店里，闺蜜正在忙着，我就坐在一旁，戴着耳机快放下载的视频。我越听越烦躁，宋男主果然不愿意放过我的孩子，他不能接受我的孩子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甚至以自残来威胁孟涛。或许是我的脸色吓到了闺蜜，她凑过来看向我的手机，紧张地问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试图笑一下缓解紧张，闺蜜一把拦住我的肩膀：“别笑，比哭还难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”我艰难地吞咽下口水，把耳机摘下来塞进闺蜜的耳朵，沙哑着声音说：“他们要杀我的孩子。”我把进度条往回拖动，点击播放键。闺蜜脸上寒若冰霜。宋男主和孟涛想要制造意外事故，撞死我和孩子。我们不能这样坐以待毙，闺蜜冷静地说。我点点头。几天之后，孟涛打电话说探望孩子，想带孩子去露营。我假装欣然同意。还没到约定的露营时间，孟涛又打电话改期。我悬着的心脏飙到了嗓子眼儿。孟涛假装不经意地问：“上次车辆过户的时候，保险没有过户，什么时候有空也去过一下户吧？”好，孟涛想要装作不那么着急。那你什么时候有空？现在刚好有空，我想要去看看行车记录仪里有没有新的线索。约了在保险公司见面，上传了证件和材料后，很快就办好了，比我想象的简单太多。我根本没有机会靠近车辆，连接行车记录仪下载视频，相当于帮宋男主和孟涛扫清了障碍，却陷入了两眼一抹黑的状态。转眼到了孟涛改期的露营日，孟涛开着租来的 SUV 来接我和孩子。照顾孩子吃完早饭，收拾妥当，出发时已经接近中午。孟涛沉默着，并没有像以往那样表现得不耐烦。他甚至贴心地在租来的车上安了2个儿童座椅，虽然极有可能是租车公司提供的。后排座位上放着他准备的户外帐篷和其他东西。
一路上2个孩子叽叽喳喳，开心极了。孟涛时不时透过后视镜看着孩子微笑，看着他的微笑，我只觉得毛骨悚然，汗毛竖立。出发的时候太阳高照，到了露营地，太阳已经躲在了云彩后面不见踪影，雾蒙蒙的，空气也阴冷起来。想来孟涛选露营时间的时候，天气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。孟涛积极地安营扎寨，很快就把帐篷搭建好了。天蓝色卡通图案顶棚在绿树草地的背景里格外亮眼。我把孩子放到帐篷内的防潮垫上，又拿出备好的厚衣服帮孩子穿上。营地小路对面的闺蜜一伙人已经打好天幕，支起摊子，煮起茶，串好肉串，准备烧烤了。他们叽叽喳喳一群人，热闹非凡。旁边停的几辆越野作为背景，真是一幅让人看了就开心的画面。嗡嗡嗡，手机震动起来。你也来露营？闺蜜给我发了让我过去的暗号。我往小路对面看了看，想要牵着女儿走过去，被孟涛拦住。你要带她去哪儿？我带孩子去对面要点热水，降温有点冷，担心孩子感冒。我说着吸了吸鼻子。孟涛不耐烦地往营地入口望了望，又往对面一群人看了看，伸手扯过孩子。那么远，你自己去就行了。我是想着带孩子要水容易要到，我无奈解释道。他仿佛觉得也有道理，不再阻止，催促道：快去快回！我抱起大宝往闺蜜那边走，心里觉得苦涩。她都不知道2宝泡奶粉需要温水，我带的保温杯里有温水。闺蜜倒了一杯茶递到我手里，别紧张。她还没倒，我点点头，握着茶杯的手指止不住发抖。闺蜜握住我的手，坚定道：不会出岔子，信我。我点头。看样子他们是打算让孩子待在帐篷里。闺蜜喝着茶，眯眼望着对面。我的心脏仿佛要从嘴里跳出来，开口声音都是哑的。宋南竹距离营地2个路口的时候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直接挂掉，想办法把孟涛手机扔水里。闺蜜说着递给我装满热水的保温杯。我接过，紧紧攥住。带着孩子开车走，闺蜜仿佛前线作战的军师。我们会在宋南竹开车撞帐篷前撞车截停他，再报警。杀人未遂，足够他们进去了。好，我抱起大宝，准备往回走。起风了。闺蜜皱着眉，有点烦躁地看了下手机。我不安起来，怎么了？我弟弟大鹏说宋南竹会晚些时间过来，他和宋南竹的车剐蹭了。闺蜜嘟囔着说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闺蜜恨铁不成钢地摇了摇头，跟个人还不至于跟丢。放心吧。回到孟涛搭建好的帐篷旁，孟涛正在逗着2宝玩。2宝坐在帐篷内的爬行垫上，冲孟涛伸着莲藕一样的胳膊，嘴里含糊不清地喊：爸爸抱抱，爸爸抱抱。爸爸。孟涛左手戳着2宝肉嘟嘟的脸颊，右手在手机上打字，嘴里回应着：爸爸在呢，爸爸在呢。他想让你抱他，我提醒孟涛。哦，孟涛把手机放进裤子口袋里，起身抱起2宝。看着孟涛抱着2宝往远处走，我往闺蜜的方向望了望。我内心的声音不断呐喊，我想带孩子回家去，他们坐不坐牢无所谓，我只想孩子平安。另一个声音不断反问：回去就能平安吗？他们会放过你们吗？2宝从孟涛怀抱里挣脱下来，紧紧抓着他的一根手指，跌跌撞撞地到处走。孟涛弯着腰，小心地护着。我看在眼里，忐忑紧张，心疼愤怒仇恨，五味杂陈。拉着孟涛转了一圈又一圈，2宝终于累了，喝了泡好的奶粉后呼呼大睡。我打开车门，想把2宝放到车上的安全座椅里。我抱着吧。孟涛上前一步，伸出手从我怀里抱走2宝。我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。他心虚地解释道：外面空气好些。我点点头，把大宝安置在身旁的户外椅上，给带来的食材刷油后开始烧烤。大宝圆圆的眼睛一眨不眨，盯着烧烤架上的食物，一心一意吃得分外心满意足。真心糊，
大宝晃悠着小短腿，嘴里嚼着肉说着话。孟涛时不时看手机，越来越烦躁。乌云聚集起来，天越来越暗，仿佛末日即将来临。豆大的雨滴噼里啪啦地往下掉。孟涛皱着眉，抱着二宝躲进帐篷。我让大宝坐到孟涛旁边，把烤好的食物放进烤盘里，端进帐篷。阿嚏！孟涛打了个喷嚏，怀里的二宝吓得两手在空中挣扎了几下。我弯腰出帐篷，拿过怀孕时穿的藏青色大衣递给孟涛。孟涛犹豫一瞬，无言接过，披在身上。雨滴在帐篷上发出声音，夹杂着孟涛的手机嗡嗡声。孟涛把二宝递给我，起身站到帐篷口看手机。雨没那么大了，孟涛说。心里明明紧张的不行，声音却是出奇的平静。吃点东西吧，冷了就不好吃了。我劝孟涛，实际上自己紧张的都饿了。孟涛转身进到帐篷里，盘腿坐下，时不时递给大宝和我食物。真幸福，大宝这次吐字清晰。低头吃东西的孟涛抬头看了大宝一眼，放下烧烤签子，站起身裹紧藏青色大衣。我抬头看孟涛，猜想着是不是宋南竹快到了。孟涛走出去，拨了电话，没人接。他烦躁地走来走去，忽然往营地门口走去。我怕惊醒二宝，压着声音喊了一声，车上的背包里有伞。孟涛回头看了我一眼，隔着迷蒙的雨雾，脸上的表情都看不清，仿佛在笑，或许没有。他并未去拿伞。我的心陡然慌了起来，抱着二宝趔趄着起身，喊了大宝跟着我。宝宝，我们坐车里去好不好？妈妈觉得地上有点凉，大宝抓着我的衣摆跟在身后，把二宝安置好之后，把大宝也放进安全座椅里。刚坐上驾驶座，就听到一声巨响传来。我回头安抚大宝，打雷了，雷公爷爷好像生气了。二宝身体哆嗦了一下，咂巴咂巴嘴，皱着眉头，并未醒来。宋南竹视角，我的人生一团糟，唯一的光就是孟涛。孟涛说他爱我，以前我左耳进右耳出，并不当真。我只想索取他的爱和关心。他离婚了，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，或者他是认真的。可是他为什么会爱我呢？我的爸妈都不爱我。爸妈离婚的时候争夺弟弟的抚养权，我就像被踢来踢去的烂皮球。弟弟太小了，判给了妈妈，爸爸被迫抚养我。继母有自己的孩子，我是家里的边缘角色。转校后，小学同学的孤立，中学同学的捉弄下，跌跌撞撞的，总算成人了。孟涛不管不顾，一头撞开了我的生活，带来了光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已婚了，他已经做爸爸了。贪恋他给的温暖，我疯了一般的索取爱和关注。他离婚了，马上就是属于我的人了。但是他的心是有裂缝的，他爱他的孩子，我只想让他爱我。我试探、怂恿、逼迫，让他证明他爱我。计划实施的上午，我开着孟涛的车去买露营装备，假装我也是去露营。买好东西放进后备箱，刚准备启动，车的左后方传来刺耳的摩擦声。我下车，看到一张莫名熟悉的脸，对方惊讶出声：“宋南竹，真的是你？”我疑惑，跟我重名的人应该不多。你是？大鹏？男生忽然热络地说起小学时候的趣事，朦朦胧胧的回忆涌上心头。原来我以前每天装扮得像公主，妈妈还让我带烤饼干到学校给同学们尝过。我尴尬地点头，别扭地试图微笑。我陪你去修车吧，大鹏提议。不用，我大致看了看摩擦的痕迹，只是掉了点漆，影响不大，我想赶快走，早点结束，早点幸福。大鹏上前拉着我，神色有一丝慌张。那我请你吃顿饭，到饭点了。大鹏抬起胳膊看了看表，不然我多不好意思，或许紧张，或许真的有点饿，我有前胸贴后背的恐慌感。饭桌上，
大鹏便属小学同学的现状，甚至说起大家对我的惦念。我默默听着，端起大鹏倒的白酒喝了一点，酒量不好，只喝一点点，挺开心的，像是窥到了曾经幸福生活的一角。知道大家还是原来那样继续幸福着，我也要开始幸福了。不知不觉喝得有点多了，大鹏仿佛放下了心中的包袱，喝得很开心。下雨了，路上应该没有交警。我借口去洗手间，开车离开了。熟悉的银灰色别克车从我眼前闪过，我愣在原地。车辆往帐篷驶去，碾压之后又调转方向，从帐篷上压过。车辆反复碾压帐篷后，往营地门口疾驰而去。我吓得手脚冰凉，愣在原地。闺蜜的来电将我唤醒。你还好吗？闺蜜声音颤抖。我心有余悸，我和孩子在车上。那就好。闺蜜深吸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宋南竹撞了孟涛。我听到巨响的时候，心中有所猜测。开车出营地，在红绿灯路口看到了越线停在人行道位置的别克车。路上行人高声喊，车下有人。宋南竹开车往后倒，相邻车道司机纷纷伸出胳膊，用力指着车下，高声喊叫，提醒车下有人。路灯变绿，我往前开。下一个红绿灯处直行红灯，我放慢车速。车后方传来急刹声音，后视镜里左拐车道出现了别克车，速度极快。我连忙又打方向避让。宋南竹开车从左拐道掉头往绿化带方向行驶，车后方仍挂着人。路人大声喊叫。直行绿灯，我继续行驶。下个路口，别克飞快超车，车后方仍挂着人。下个红绿灯路口，尸体被抛在路中间，别克车不见踪影。继续往前开，在国道旁边稻田里面翻了一辆别克轿车。宋南竹被公安机关抓获，孟涛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。我协助警方拿到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，两人的聊天记录也充满要故意制造车祸造成我们3人意外死亡的内容。当地媒体报道后，舆论哗然，动机卑劣，主观恶性，抢手段残忍，后果严重。宋南竹被以故意杀人罪、危险驾驶罪提起诉讼。作为孟涛子女的法定代理人，我拒绝了宋南竹家人提出的民事赔偿意见，不同意出具谅解书。两尸都想要我孩子的性命，我只希望宋南竹死。还没收到宋南竹的判决，先收到了婆婆的起诉状。婆婆要求争夺二宝的抚养权，拒接了婆婆的电话，拉黑了微信短信。开庭之前，婆婆又撤诉了。我把二宝的抚养权给你的时候，你说可以随时看孩子的。婆婆在上班路上拦住我，气呼呼地说道。我深呼吸一口气，离婚协议书上写得很清楚，孟涛可以看。离婚之后，他只看孩子一次，还是计划撞死我们。我不会让你看孩子的，婆婆恶狠狠地指点着我说，你不让我看孩子，孩子别想继承孟涛的遗产，真是给我气笑了。感情在这里等我呢。遗产继承的事儿可以去法院说，一是不想在财产上便宜婆婆，二是没有立场替孩子们放弃。宋南竹的案件1年以后才宣判，故意杀人罪、危险驾驶罪2罪并罚，执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。宋南竹上诉了，2审维持了。执行死刑的当天，铺天盖地的公众号文章醒目的标题全都是宋南竹被执行死刑。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跟婆婆的继承纠纷案件调解结案了。孟涛的遗产就一套按揭房1辆车，车卖了，婆婆拿了1/3，房子过户给大宝二宝，按照现值的1/3补偿给婆婆。签和解协议的时候，婆婆凑上来说，孟涛走了，没办法给我养老，我得留些养老钱。你妹妹孟佩说了，你也不容易，我就不追究你这补偿的钱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了。先不说这钱是我婚后赚的，我气得直笑，
我也没追究他出轨的花费不是，婆婆哑口无言。从幼儿园接了二宝，一起去小学接大宝。大宝牵着手指若有所思，妈妈，我们家没有爸爸吗？二宝眼睛咕噜噜转，举手奶声奶气抢话道，我知道，因为妈妈太棒了，观音菩萨觉得妈妈自己就可以照顾好我们。大宝眉眼弯弯笑起来，歪着头说，有道理。